股神巴菲特在股市创新高时的操作与心法。现主时，美股与台股都已经创新高。当股市创新高时，许多投资人往往陷入狂热，害怕错过，急于追高。然而，股神巴菲特在这种情况下，通常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思维。他强调理性、耐心与价值判断，避免随波逐流。理解巴菲特在市场高档时的心法，能帮助投资人避免盲目跟风，并建立更稳健的投资策略。1. 保持冷静，避免情绪驱动。当股市屡创新高时，投资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害怕错过，认为不进场就会落后。巴菲特则提醒，价格涨高并不代表风险降低，反而可能意味着未来报酬率下降。他常说，股市是把钱从没耐心的人转到有耐心的人手中。在市场狂热时，他会保持冷静，不急于追涨，而是静观其变。2. 回到基本面，检视估值与内在价值。巴菲特一再强调，投资不是看市场情绪，而是看公司本质。他在股市创新高时，会更严格检视企业的估值，确认股价是否已经偏离内在价值。如果发现股价过度高估，宁可按兵不动，等待更合理的价位。他的投资纪律是，即使再好的公司，若价格过高，也不值得买进。这种坚持使他能避免在高点盲目投入。3. 善用现金与资金管理。巴菲特在市场高档时，往往不急于把所有资金投入股市，而是保持高比例的现金部位。例如，在2020年美股创高后，波克夏手中一度持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现金。原因很简单，当股价偏贵时，投资机会稀少，现金等于一种选择权，能在未来市场修正时迅速出手，低价买进好公司。这种耐心等待的能力，正是巴菲特能在股灾中逆势获利的关键。4. 持续加码核心持股，若价值合理。虽然巴菲特不追高，但若某些核心持股即使在高点仍具合理估值，他也会持续加码。以苹果为例，巴菲特在2016年开始大量投资，之后苹果股价不断创新高，但他仍持续增持，因为他判断苹果具备长期竞争优势、强大现金流与用户粘性，即使在高点也值得长抱。这说明了他的心法并非只在低点买，而是在价值合理时买，并长期持有。5. 避免投机与盲目跟风。股市创新高，常伴随新题材或热门标的，例如网络股、加密货币、AI 概念股等。巴菲特的做法是坚决避免自己不理解的领域。他曾坦言自己不懂科技股，因此在2000年网络泡沫时几乎没有参与。虽被批评错失机会，但最终却躲过了泡沫破裂的巨大损失。这种能力圈原则提醒投资人不要因市场狂热而涉足陌生领域，避免成为最后的接盘者。6. 善用回购与股息，提升股东价值。在高档时，巴菲特有时会透过波克夏的股票回购来运用资金。当他认为自家公司股价仍低于内在价值，就会进行回购，以提升每股股东价值。这代表，即使在市场高点，他仍能找到合理的资金运用方式，而不是一味追逐市场热门标的。7. 案例观察，巴菲特的市场高点操作。1999到2000年网络泡沫高点，巴菲特被批评不懂科技，错过网络股大涨，但泡沫破裂后，他的价值投资理念反而得到验证。2017到2020年美股牛市，在股市持续创高时，巴菲特持有大量现金，并未随市场狂热追逐，反而在苹果等核心持股上加码，结果获得数倍回报。2021年美股高档期，他谨慎操作，没有进行大规模收购，并持续等待更好的机会，展现纪律与耐心。8. 心法总结。巴菲特在股市创新高时的核心心法，可以浓缩为：冷静理性，避免因疯魔追高，重视价值，价格合理才买，不合理就等待，保留现金。市场高点时，现金是一种战略资产。能力圈原则，只投资自己能理解的企业，长期持有好公司，即使在高点，若价值合理，仍可抱紧。总结来说，巴菲特在股市创新高时的操作与心法，不是盲目乐观或全面撤出，而是以价值为核心，保持现金弹性，并且谨守纪律。他的智慧提醒我们，市场高点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理性与耐心，追高之后，迎来漫长的解套之路。这里是漫好频道，频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动画，但我们分享的内容绝对是实用的。漫大真心希望你能在这里学到财商的知识，并获得启发。如果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让我们一起教学相长，获利共好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